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nna Colling 的量价分析。作者 Anna Colling 具有超过16年的金融市场全职交易经验，早年从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的富时100指数期货交易起步，随后将交易范围扩展至股票、大宗商品、期货和外汇现货市场，并曾在70多个金融网站分享交易知识和市场分析。他的这本量价分析将100多年前技术分析先驱 Charles Dow、传奇交易者 Jesse Livermore 以及量价分析奠基者 Richard Wyckoff 等优秀交易者依赖盘口纸袋、铅笔和白纸总结出的盘口解读方法，运用到了现代电子 K 线图上。一根 K 线只能记录某段时间内价格如何变化，却无法说明背后投入了多大的交易力量。成交量补上了这部分信息，只有把量价结合起来，才能判断上涨、下跌、突破和反转究竟是真实走势，还是人为制造的假象。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从单根 K 线内部的买卖过程，一步步扩展到相邻 K 线、整体趋势和完整市场周期，看清供给、需求以及聪明资本的真实动向。交易中只有2个真实可查的数据，一个是价格，另一个是成交量。大多数人每天盯着屏幕，看见的只是不断跳动的一根根 K 线，想从这些涨跌中寻找交易机会。但一根单独的 K 线，不管看起来多么剧烈，本质上都只是某段固定时间内买卖双方博弈后留下的4个价格记录：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开盘价与收盘价之间的部分叫做实体 body， 实体较长，说明这一阶段中买方或卖方明显占优，把价格推进了较远的距离；实体较短，则说明双方力量接近，价格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但单看价格本身，我们并不知道推动这段价格变化背后到底投入了多大的交易力量。这就需要借助 Richard Wyckoff 提出的威科夫3定律 Wyckoff's Three Laws， 其中第3条定律叫做投入产出定律 Law of Effort versus Result。 它的意思很简单，成交量代表投入，价格变化代表产出。投入与产出如果相互匹配，市场运行就是正常的；如果投入与产出明显失衡，那就是异常，背后一定另有原因。按照这个逻辑，量价分析时只需要分清2种情况。第一种是量价一致的确认 validation。 如果市场收出一根实体很长的阳线，同时对应的成交量也明显放大，说明买方确实投入了大量资金，价格上涨得到了成交量的支持，这就是健康的确认。反过来，如果市场只出现很小的波动， K 线实体很短，而成交量也保持在较低水平，那同样符合投入产出的关系。没有多少交易活动，价格自然也不会运行太远。第二种是量价背离的异常 anomaly， 这往往是趋势可能发生变化时最早出现的警报。第一类异常是价格走得很远，成交量却很低。比如市场拉出一根很长的阳线，看起来走势很强，但底部成交量却明显不足。如此大的价格变化，本来应该有相应的成交量支持，现在却几乎没有投入，只有结果。这说明上涨缺乏真实买盘支撑，可能只是局内人在交易清淡时主动推高价格，测试市场中的供给，或者制造出一轮看似强劲的上涨，吸引跟风买盘进场。这并不意味着价格一定会立刻下跌，但足以说明这次上涨没有得到成交量的确认。第二类异常则正好相反，成交量放得很大，价格却几乎走不动。底部的成交量柱体明显高于平时水平，但上方 K 线却只是窄小实体，甚至带着较长影线。如此大的交易投入，却没能推动价格继续前进，说明市场中有另一股力量正在吸收这些买盘或卖盘。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上涨之后，
往往意味着大量买盘正在被卖盘吸收，市场可能开始转弱。如果出现在下跌之后，则往往意味着卖盘正在被买方吸收，市场可能开始由弱转强。所以，量价分析的第一步，并不是急着判断涨还是跌，而是先看成交量和价格之间是否对得上。量价一致，说明市场运行正常；量价背离，说明当前走势内部已经出现问题，而这往往就是趋势可能发生变化的第一个信号。把量价关系运用到实盘中，最需要关注的两种单根 K 线是射击十字星 Shooting Star 和锤头线 Hammer。 它们可以出现在5分钟图中，也可以出现在日线图、周线图甚至月线图中。射击十字星的开盘价和收盘价十分接近，实体较短，上方带有一根明显较长的影线，这根上影线记录了一段完整的多空变化。价格在开盘后首先被买方推高，但到达高位后遭遇卖盘，之前的上涨被逐步压回，最终收盘价回到开盘价附近。因此，仅从价格行为来看，射击十字星本身就是潜在的弱势信号。成交量决定的是这份弱势究竟有多强。如果射击十字星伴随着低成交量，说明市场虽然在高位遇到了卖压，但卖方投入并不大，信号的强度相对有限。它可能只是趋势中的一次短暂回调，也可能是局内人在测试市场需求，需要等待后续 K 线确认。如果成交量处于平均水平，弱势信号就更加明显，随后的回调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如果射击十字星伴随着高成交量或极高成交量，说明专业交易者正在大量卖出，市场投入了巨大的交易力量，却无法维持高位，价格最终被压回开盘价附近。这时，无论交易的是股票、期货、外汇还是债券，都应该提高警惕，并结合后续 K 线判断是否需要退出多头头寸。与射击十字星相反的是锤头线，它同样拥有较短的实体，但实体位于 K 线的上方，下方带有一根明显较长的影线。锤头线表明，价格在开盘后首先遭到卖方打压，一度跌至较低位置，但买方随后进入市场，吸收卖盘，并将价格重新推回开盘价附近。因此，从价格行为来看，锤头线本身就是潜在的强势信号，它的强度同样需要由成交量判断。低成交量的锤头线只能说明市场出现了轻微的强势，潜在反转的幅度可能比较有限。它并不意味着市场必然立即恢复上涨，也不能单凭这一根 K 线就认定底部已经形成。平均成交量的锤头线是更强的潜在反转信号，可能带来一段可供交易的上涨。当锤头线伴随着高成交量或极高成交量时，说明局内人正在大力买入，这可能是买入高峰的一部分。但即使如此，也不能看到一根锤头线就立刻认定趋势已经反转。市场像一艘大型邮轮，减速和掉头都需要时间，通常要在2到3个阶段中连续看到买盘吸收卖压，并等待低成交量测试或放量突破出现，才能确认卖方已经被清理，新的上涨趋势准备开始。第3种需要重点关注的单根 K 线是长腿十字线 Long-legged Doji。 长腿十字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几乎相同，实体非常短，上下两端都带有较长的影线。它记录的是价格先向一个方向大幅运行，随后迅速转向另一个方向，最终又回到开盘价附近。这种价格行为说明看涨与看跌情绪在这一阶段中势均力敌，市场处于明显的犹豫和不确定状态。因此，长腿十字线可能成为潜在反转信号，但反转方向取决于此前的趋势。如果它出现在一段上涨之后，可能预示市场由强转弱；如果出现在持续下跌之后，则可能预示市场由弱转强。与射击十字星和锤头线不同，长腿十字线可能出现一种十分典型的量价异常，
价格上下剧烈波动，成交量却很低。宽幅的价格运动需要交易力量推动。现在市场产生了巨大的价格波动，却没有相应的成交量投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价格主要由局内人推动，而真实的市场参与程度并不高。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重要经济数据发布前后。做市商可能先把价格迅速推向一个方向，再转向另一个方向，清理市场中的止损单和阻碍指令。此时的长腿十字线并不构成可靠的反转信号，最合理的做法是保持观望，等待后续 K 线和成交量提供确认。一根长腿十字线至少应该得到平均成交量的验证，高成交量或极高成交量则更具意义。低成交量配合宽幅震荡就是明显的异常。看懂这三种关键 K 线之后，还要把单根信号扩展为连续的量价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放量止跌 （stopping volume） 和放量止涨 （topping volume）。放量止跌通常出现在快速下跌的后期，市场在恐慌情绪推动下不断下跌，卖盘大量涌出，局内人开始进入市场吸收这些抛售。由于卖压仍然十分强烈，买方很难让市场立刻反转，因此价格可能继续下探，但 K 线会逐渐出现较长的下影线，收盘价也开始远离最低点。与此同时，成交量保持在高位，甚至继续放大。这种变化通常会延续2到3个阶段。第一批买盘只是开始踩下刹车，随后更多卖盘继续进入，又被买方吸收，直到卖压逐步耗尽，实体开始缩小，垂头线和低成交量测试陆续出现，市场才可能完成底部的构建。因此，放量止跌说明局内人正在阻止市场进一步下跌，是后续强势的先兆，但不意味着价格会在下一根 K 线上立即反转。放量止涨则发生在上涨趋势的后期，受到贪婪和害怕错过机会的情绪推动，交易者不断追高买入，成交量维持在高位。但与此同时，局内人开始满足这些需求，将手中的存货逐步卖出。随着卖盘增加，价格继续上涨变得越来越困难。K 线实体逐渐缩小，上影线开始增多，价格运行呈现出弧形放缓的特征，但成交量仍然高于平均水平，甚至达到极高水平。大量投入无法继续推动价格上涨，说明买方力量正被卖盘吸收。最后一根 K 线往往可能表现为高成交量的射击十字星，这就是放量止涨。它说明市场正在派筹，并向抛售高峰发展，但同样需要保持耐心，等待后续的弱势确认和价格突破，不能仅凭一根高成交量 K 线就判断顶部已经完成。单根 K 线能够提供市场强弱的早期信号，但要判断一段趋势能否持续，仅看一根 K 线远远不够。市场像一艘正在航行的大型邮轮，即使高位已经出现卖压，或者低位已经出现买盘，原有动能仍可能推动价格继续运行一段距离。因此，实盘分析必须从单根 K 线扩展到相邻多根 K 线，观察量价关系如何连续演变。健康的上涨趋势通常表现得十分直接，价格不断抬高，高点和低点逐步上移，阳线得到稳定成交量的支持。成交量不需要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高，但整体应处于平均水平附近或高于平均水平，并与价格运行的强度相匹配。只要价格上涨得到成交量确认，回调时成交量相对缩小，就说明主导趋势仍然健康。持有多头头寸时，没有必要因为短暂的低量回调过早离场。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连续几根 K 线中不断累积的异常。杜克能源 Duke Energy 的日线图就是耐心分析相邻 K 线的典型案例。在图表左侧，杜克能源已经开始缩量上涨，下跌前最后一根阳线的实体大约是前一根的2倍，
但成交量仅比前一根略高。这说明价格投入与产出开始失衡，市场正在走弱。随后股价尝试回升，却很快出现瀑布式下跌，并伴随着成交量放大。下跌过程中出现的放量止跌，只代表局内人开始踩下刹车，并不意味着市场会立即反转。杜克能源随后尝试回升，但 K 线上方的长影线说明市场仍然存在弱势。价格再次下跌时，两根阴线的实体与此前急跌阶段相近，成交量却只有平均水平。如果卖方仍然十分强大，同样宽度的阴线本应得到更高成交量的支持。现在价格继续下跌，投入却明显减少，说明卖方力量正在逐步耗尽。股价再次尝试回升，虽然收出一根较大的阳线，但成交量仍处于平均水平，还不足以确认强势。接下来市场再次回探，连续出现两个低成交量的垂头线，随后又出现一根低成交量 K 线。这些信号连接在一起，说明卖盘已经逐步被吸收，局内人正在测试市场中是否还有更多卖方。低成交量表明愿意继续卖出的人已经很少，市场才真正具备了向上运行的条件。之后杜克能源放量上涨，并伴随着跳空高开，上涨得到成交量确认，说明这不是多头陷阱，而是真实的价格运动。这个案例最重要的不是某一根垂头线，而是整个信号序列，先出现放量止跌，再经历回测和低成交量测试，最后由放量上涨完成确认。单根 K 线只能发出警报，相邻 K 线中的量价演变才能告诉我们市场是否已经完成转向。很多传统趋势理论要求等待价格形成3个依次升高的高点和3个依次升高的低点，再画出趋势线并确认上涨。问题在于，当这些条件全部满足时，一段趋势往往已经运行了很长距离。局内人在趋势起点开始行动，等待传统形态完全形成的交易者，却可能在趋势后半段才进入市场。孤立支点 Isolated Pivot 提供了一种更及时的价格语言，但它的首要作用不是单独确认趋势，而是识别价格可能开始反转或进入横盘整理的位置。高位孤立支点 Isolated Pivot High 由3根 K 线构成，中间 K 线的最高点高于左右2根 K 线的最高点，同时中间 K 线的最低点也高于左右2根 K 线的最低点。这一结构说明价格在中间 K 线达到局部高点，随后开始回落，是市场可能暂时转弱的第一个信号。但一个高位孤立支点本身只能说明短期反转可能出现，并不能证明完整的顶部已经形成。低位孤立支点 Isolated Pivot Low 正好相反，中间 K 线的最低点低于左右2根 K 线的最低点，同时中间 K 线的最高点也低于左右2根 K 线的最高点。当高位支点与低位支点先后出现时，就可以把它们作为价格震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高位支点构成阻力边界，低位支点构成支撑边界。随着更多支点出现，横盘整理区间会逐渐清晰。以英镑对美元的15分钟图为例，价格震荡持续了大约70根 K 线。市场最初由一个低位支点标出震荡区间的下限，2根 K 线之后，又出现一个成交量高于平均水平的高位支点标出上限。随后英镑对美元开始下跌，但成交量逐步缩小。这说明市场虽然暂时较弱，下跌却缺乏持续的卖方力量，因此很难形成长期下降趋势。此后更多高位支点和低位支点陆续出现在震荡区间两端，它们并不完全落在同一条直线上，因为支撑位和阻力位不是僵硬的价格细线，而是具有弹性的价格区域。当市场最终离开震荡区间时，成交量才是判断突破是否真实的关键。真正的突破应该得到成交量放大的确认，如果价格突破边界，成交量却很低，
就要警惕局内人制造的伪突破。因此，孤立支点是价格运行留下的实时路标，它能帮助我们尽早发现震荡区间和局部转折，但最终仍然必须与成交量和后续价格行为结合使用。孤立支点不仅可以识别横盘整理，也可以在价格突破之后帮助我们动态描画一段正在形成的趋势。传统趋势线通常是在趋势已经形成之后，根据历史高点和低点画出。动态趋势线 Dynamic Trend Lines 则不同，它是随着价格向右运行，有新的支点不断确认和修正的。整个过程从横盘整理开始，价格在支撑位与阻力位之间积累能量，随后伴随着强劲成交量向上突破。成交量确认这次突破真实有效，这时就可以开始寻找趋势形成的迹象。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E-mini 期货的5分钟图为例，价格突破后继续上涨，首先形成一个高位支点，这个支点标出了上涨过程中的第一个局部高点，也提醒我们价格可能暂时回调。如果回调时成交量逐步缩小，说明卖方力量有限。随后价格停止下跌，形成第一个低位支点，并再次向上运行。接下来，如果第二个高位支点高于第一个高位支点，第二个低位支点也高于第一个低位支点，就说明价格开始形成上升通道。每一次上涨得到成交量支持，每一次回调伴随着成交量缩小，趋势就仍然健康。随着第三个更高的高位支点形成，可以逐步描画趋势的上边界。当第三个更高的低位支点出现后，也可以描画趋势的下边界。这就是动态趋势线的形成过程。趋势线不是在行情结束后一次性画出来的，而是在价格运行中由一系列逐步抬高的高位支点和低位支点动态构成。支点就像道路两侧依次亮起的路灯，不仅标出价格正在行进的方向，也帮助交易者在趋势中继续持有头寸。如果某个新的高位支点不再高于前一个，甚至开始降低，而随后的低位支点也不再太高，市场可能正在进入新的横盘整理阶段。接下来需要继续观察成交量和突破方向。如果价格放量向上突破，原有趋势可能继续；如果放量向下突破，则可能意味着趋势反转，需要考虑退出头寸。实际市场不会始终形成教科书式的完整支点，有时价格向上突破后，只出现低位支点，却没有清晰的高位支点。此时仍然要回到量价分析。如果价格上涨得到成交量支持，趋势仍可能继续；如果价格不断向上，成交量却长期维持在低位，说明上涨缺少动力，市场可能难以继续运行。动态趋势线负责标出价格的运行边界，成交量负责判断这段运动是否真实。两者结合，才能让交易者尽可能在趋势开始时进入，并在趋势真正结束前保持头寸。把视角从单根 K 线和局部趋势进一步拉远，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与批发商经营存货的方式十分相似。局内人无论交易股票、期货还是外汇，要获得利润，都需要先在低价区域买入足够的存货，再在价格上涨后将这些存货卖给愿意高价买入的公众。这个循环首先从吸筹阶段开始，在市场经历下跌后，局内人利用利空消息和恐慌情绪，把价格压向更低位置。公众在恐惧中卖出，局内人则不断吸收这些筹码。但大型机构不可能在一个交易日内完成全部买入，否则会立刻推高价格。因此，吸筹往往持续数周或数月。价格在一个区间内反复下跌、反弹，局内人分批买入，同时不断测试市场中还有多少卖盘。吸筹阶段的最后部分通常会出现买入高峰，市场放出极高成交量， K 线却表现为低实体、长下影线或垂头线。
大量卖盘进入市场，却无法继续压低价格，说明抛售正在被局内人吸收。当卖盘基本耗尽后，还需要通过低成交量测试，确认市场中已经没有大量卖方。随后，局内人才会推动价格进入上涨阶段。随着价格上涨，公众逐渐恢复信心，并开始跟随。局内人利用公众买盘分担推高价格的成本，同时让市场继续上升。当价格到达目标区域后，市场进入派筹阶段。利好消息增多，市场情绪变得乐观，错过前期上涨的交易者开始追高买入。局内人则利用这些需求，逐步卖出手中的存货。澳元对美元长达18个月的周线图展示了一个完整周期。在上涨开始前，图中首先出现一根高成交量、低实体的阳线，随后又出现一根天量但实体很低的周线。如此高的成交量没有继续压低价格，说明卖盘正在被大量买方吸收。紧接着出现一根带有长下影线的锤头线，进一步确认市场存在买盘。下一根低成交量的小锤头线则构成一次成功测试，表明此前的卖方力量已经被吸收，做市商准备推动汇率上涨。此后，澳元对美元连续上涨数月，成交量总体保持在合理水平，但随着趋势发展，成交量开始缓慢下降。上涨末期，图中出现2根实体很长的阳线，成交量却已经萎缩到接近消失。价格继续上涨，却没有成交量支持，这是极为明显的弱势警告。做市商已经不再用真实买盘推动市场，错过前期行情的交易者却因为害怕继续踏空，开始在高位追入。这正是抛售高峰开始形成的条件。随后几周，高成交量的低实体 K 线和涉及十字星陆续出现，说明局内人正在利用公众需求完成派筹。当市场最终向下突破，完整的上涨周期结束，新的下降趋势随之展开。支撑位和阻力位不是在图表上随意画出的2条水平线，而是交易者在特定价格区域反复买卖后形成的自然屏障。阻力位通常来自前期被套的买方。当交易者在一轮上涨的高点买入，随后价格反转下跌，他们的头寸便陷入亏损。如果价格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回到原来的买入区域，许多人会选择在接近成本价时卖出，以摆脱长期亏损。大量解套卖盘集中出现，就形成了阻力区。支撑位则来自在较低位置买入并取得盈利的交易者。当价格再次回到原来的低位区域，他们可能继续买入，也会吸引此前没有进场的资金。买盘在同一区域反复出现，就形成了支撑区。当阻力位被真正突破后，原来的阻力通常会转变为支撑。当支撑位被向下突破后，原来的支撑也可能转变为阻力。传统成交量柱体按照时间排列，只能显示每根 K 线形成期间成交了多少，却无法直接看出这些成交主要集中在哪些价格。价量分布 Volume at Price 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它把成交量按照价格而不是时间进行排列，在纵向价格轴旁边用横向柱体显示每个价格区域累计发生了多少成交。横向柱体越长，说明该价格区域聚集的成交量越大，市场参与者在这里投入的资金越多。未来价格再次进入这个区域时，形成的支撑或阻力通常也越强。价量分布并不能替代量价分析，它的作用是让原本无形的支撑与阻力区域在图表上显现，再由传统量价关系判断价格运动是否真实。Microsoft 的15分钟图是一个典型案例，整张图覆盖大约5个交易日，其中出现了4个价格震荡区域。第一个震荡区域位于图表底部，持续了大约3天。对应的价量分布中，一根成交量柱高于平均水平，另一根则极其庞大。
这说明该区域积累了大量成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撑平台。第二个震荡区域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对应的价量分布柱体也明显较短。这是一个次要区域，未来价格再次进入时，支撑或阻力作用相对有限。第三个区域持续了大约14根 K 线，也就是4个小时左右，但对应的成交量已经高于平均水平，说明这一位置的重要程度开始增加。第四个区域位于图表顶部，持续了大约1个交易日，它对应的成交量几乎接近底部3天震荡所积累的成交量，仅用1天就产生了接近3天的成交量，价格却没有继续上涨，而是在狭窄区间内横盘。这正是投入与产出严重不匹配的异常，说明高位可能出现了大量抛售。随后 Microsoft 开盘便下跌了 1.4 美元，验证了高位弱势。价量分布的价值就在于把不同价格区域的成交量直接进行比较，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判断支撑位和阻力位的强弱，也能为突破、持仓管理和风险控制提供依据。横盘整理与后续趋势之间的关系受到 Wyckoff 第二定律、因果定律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的支配。起因越小，产生的结果通常越小；起因越大，产生的结果也越大。如果市场只在5分钟图中整理了很短时间，突破后形成的趋势可能只持续几十分钟或1-2个小时。如果价格在日线图或周线图中横盘数月甚至数年，突破后形成的趋势就可能持续数月或数年。因此，分析任何信号时都不能脱离它所在的时间跨度。在外汇日内交易中，可以同时观察5分钟、15分钟和30分钟3个时间框架。15分钟图是主要的操作图，5分钟图提供更接近市场的微观视角，30分钟图则帮助我们观察更长时间跨度下的趋势背景。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条3车道高速公路。15分钟图是中间车道，5分钟图是变化最快的快车道，30分钟图则是运行更慢、影响更持久的慢车道。市场情绪的变化通常先从较短时间跨度中出现，例如5分钟图首先出现量价异常，并随后得到确认，说明短期趋势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同样的变化继续传导到15分钟图，信号的意义就会增强。当这一变化最终也反映在30分钟图中时，说明它已经从一次短暂波动发展为持续时间更长的趋势。这个过程可以用上发条的模型车来理解。如果只把发条拧动几圈，模型车只能前进很短的距离；如果花费更多时间把发条拧紧，车辆就会运行得更远。时间与成交量构成起因，趋势运行的距离和持续时间构成结果。它也像一块石头落入池塘后形成的涟漪，变化首先出现在最短的时间跨度，随后一层层向外扩散。当它传递到更长的时间跨度时，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也随之增加。多重时间跨度分析不是要求3个图表在同一时刻出现完全相同的 K 线，而是观察同一种量价变化是否正在从短周期向长周期传导。如果5分钟图出现反弹，成交量却很低，而15分钟和30分钟图仍然保持明确的下降趋势，这次反弹很可能只是大趋势中的短暂停顿。相反，如果5分钟图先出现放量止跌，随后15分钟图也出现买盘吸收卖压，最后30分钟图完成突破，那么潜在反转的意义就会明显提高。量价分析告诉我们市场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多重时间跨度则告诉我们这次变化可能持续多久。两者结合，才能同时判断交易方向、持有周期和风险大小。量价分析一书讲透了市场买卖的基本逻辑，无论交易的是大宗商品、外汇、股票还是期货，价格变化的背后始终是供给与需求的博弈。局内人像批发商一样，在低位吸收筹码，
在高位借助公众需求逐步卖出，而成交量会留下这些交易无法掩盖的痕迹。因此，量价分析不是只看一根 K 线猜测涨跌，而是用成交量检验价格运动，量价配合说明趋势仍有支撑，价格上涨而成交量萎缩或者高位放量却涨不动，说明走势可能转弱，低位放量却跌不动，则说明卖盘正在被吸收。真正的顶部和底部通常都要经过吸收、测试和确认，只有当单根 K 线、相邻 K 线支撑阻力、趋势与成交量逐步指向同一方向时，交易信号才更可靠。这就是量价分析最核心的逻辑，用成交量验证价格，用价格解释成交量，跟随局内人的资金方向，在他们买入时寻找机会，在他们卖出时准备离场。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